扒开泥土，将一根带有绳套和鱼肉的钓钩插进洞口内。经不住诱惑的皮皮虾会出来猎食，抢食鱼肉的一瞬间，绳套会立马将皮皮虾的肉身束缚住，一条带有斑马条纹的皮皮虾就到手了。而且这种方法屡试不爽，直至斑马皮皮虾装满了所有可乐瓶。一大早，拉库里和他的弟弟拉西拿好所有捕虾工具就往海边赶。工具有了，现在他们差的只有鱼饵。对于鱼肉，他们只好在海边里安置地笼进行捕捉。将石头搬开，就能查看到地笼里面是否有鱼饵。鱼儿并不多，但足以够他们捕虾用。将鱼儿去除鳞片后，就可以切成肉块。准备好的绳套钓钩摆放起来，方便他们勾上鱼肉。他们一共准备了8根绳套陷阱，将鱼钩上诱饵后，再将鱼绳进行卡位，下方的鱼绳就可以自由伸展。就这样，一根全自动的捕虾陷阱就完工了。当皮皮虾掠食鱼肉时，卡住鱼绳的木棍就会脱落，上方的橡皮筋会立马将绳套收紧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就开始寻找皮皮虾的洞穴。今天的目的是将16个大可乐瓶装满。岸边上竟然发现一个圆形的洞穴，这种洞穴可遇而不可求。立马准备好绳套陷阱，绳套陷阱依靠着洞穴边缘深入，鱼肉在绳套的上方，深入一定深度后，就要用石头卡住木棍，固定好绳套陷阱，就要等待皮皮虾自动上钩。凡是发现芝麻大小的洞穴，一般都是皮皮虾的老巢。扒开外层泥土后，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府瞬间映入眼帘。准备好的绳套将鱼绳卡位，查看洞府时只能依附在水面上，用石头卡住后，一个绳套陷阱就此完工。靠海吃海的渔民想出各种办法在海里获得鱼类资源，这种传统的捕虾方法是菲律宾当地渔民特有的。安装第4个绳套陷阱后，触发第1个绳套陷阱被摄像机记录下来。听到动静后，拉库里2兄弟就立马赶来现场。提起绳套时只能缓慢进行，以免将皮皮虾的肉身扯坏。绳套刚好掐住皮皮虾的脖子。这种带有斑马条纹的皮皮虾价格非常的昂贵，而皮皮虾却被拉库里2兄弟塞进可乐瓶内。接着将绳套松开，就能获得一条价值不菲的皮皮虾。继续收回第2个绳套，而这条皮皮虾的纹路非常深。这种带有斑马条纹的皮皮虾也被人称为海蜈蚣，当然也能叫螳螂虾。长有一对像螳螂的手臂，拖出来的螳螂虾还不断蠕动自己的腹部，皮肤的颜色呈现浅黄色，看起来非常诱人。1.5升的大可乐瓶只容下一条皮皮虾。接着继续收取第4个绳套陷阱。皮皮虾做梦也没想到，鱼肉还没尝到就直接被人套了个现行。在2人的合作下，很快被塞进瓶内。绳套陷阱还能重复利用。皮皮虾喜欢在海岸边沙滩的泥土中打洞，以贝类、螃蟹和海胆为主食，也非常善于打埋伏。强烈的攻击可以将敌人置于死地，强劲的双臂以速度决胜，连贝壳的外壳都能轻易敲碎，更不要说其他鱼类生物了。像这种屁眼大小的洞穴便是皮皮虾的洞府。为了能让身体沉入水底，拉库里只好将自己的弟弟拉西踩在脚下。扒开外层泥土后，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出现在眼前，整个洞府的隧道非常顺滑，以致绳套也非常顺利伸进洞府内。为了对抗浮力，拉库里只好利用自己的体重将弟弟拉西踩在脚下。皮皮虾对水质环境非常高，只有优质的海水才能孕育出高品质的皮皮虾。如果海边的水质非常差，皮皮虾就不可能生存下来。这次他们要将准备好的8个绳套陷阱安置完，每次安置绳套时都非常仔细，以免出现少许的偏差。优质的海水也是小鱼小虾繁殖的好地方。每安置一个陷阱，2兄弟都要进行合作。将所有绳套陷阱安置完后，就要等待皮皮虾自动上钩。时间1秒1秒的过去，耐不住诱惑的皮皮虾终于出来觅食。掠食的一瞬间，立马触发机关，橡皮筋的回弹力立马将绳套收紧。被绳套勒紧脖子的皮皮虾只能任由拉库里摆布。塞进可乐瓶的皮皮虾显得格外漂亮。凡是在洞穴安置好的绳套都能成功将一条皮皮虾拖出来。这种陷阱捕获皮皮虾的成功率非常高，到目前为止，成功率还是100%。可以清晰看到皮皮虾洞口外面还残留着贝壳和其他残骸。狡猾的皮皮虾即使视力非常的好，但还是逃不过人类的智慧。不善于游泳的皮皮虾只能不断蠕动自己的腹部做出反抗。将皮皮虾拖出洞口时只能缓慢进行，以免将脆弱的皮皮虾肉身扯坏。继续收回绳套，看到拉库里的手势就已经知道里面又有一条皮皮虾被绳套套住。他瞬间击出的双臂能产生强大的冲击力，这是他生存的一种技能，也是对抗敌人的一种武器。还没尝到鱼肉就已经被绳套套住了脖子。被绳套套住脖子的皮皮虾连摆在面前的鱼肉也无法享用。为了将它装进1.5升的可乐瓶内，他们会将每个可乐瓶中间开一个大口，每收回一个绳套都能成功收获到一条皮皮虾，每一条都有半斤左右。这种斑马皮皮虾价格非常昂贵，也是海鲜中的顶级食材。2个小时不到就将16个1.5升的大可乐瓶装满了皮皮虾。卷缩在可乐瓶的皮皮虾看起来非常漂亮，
拖着可乐瓶和皮皮虾往岸边走去，拿到售卖店铺就要进行称重。每称重一条皮皮虾，老板娘都会在一旁计算，总重量竟然达到了5.4公斤，1公斤的皮皮虾就价值2000比索。这次为他们带来了10800比索，2个小时不到，竟然为他们带来了1395元。男人为了抓到洞穴里面的生物，将整个身子也钻进洞穴里，抓出来的竟然是体型庞大的大青蟹。捕蟹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，就算是技术高超的拉库里也避免不了被螃蟹夹到手的命运。一旦被拉库里发现这种洞穴，都会检查外面的泥巴是否新鲜和留下脚印。经过仔细观察后，能确定里面有螃蟹存在。为了能将里面的螃蟹抓到，必须将洞口挖大，才能将其捕捉出来。在洞穴导向的位置进行开挖，能节省大量的时间。经过几分钟的挖掘，一旦洞穴能容下身子，拉库里就立马钻进去寻找螃蟹。这种捕捉螃蟹的效率非常低，不仅消耗大量的体力，而且非常耗时间。搜索一番后，竟然还没看到螃蟹的影子，只能利用铁锹继续开挖。深入洞穴深处，可以清晰看到螃蟹的钳子，但洞口太小了，不足以将螃蟹抓出。开挖的深度足足有1米多深。拉库里试图用铁钩将螃蟹勾出，鼓捣一番后，最终螃蟹用钩子勾了出来。从梦中惊醒的螃蟹很不情愿地被拖了出来，满是淤泥的螃蟹反而向洞口外面爬出。被拉库里一手抓住的螃蟹，还要用手指进行按压，以确保螃蟹不是外强中干。虽然这种捕捉螃蟹的效率非常低，但这种喜欢打洞的螃蟹肉质相对比较鲜美有嚼劲。在红树林岸边上又发现了螃蟹的洞穴，这次开挖让摄像3炮进行，这次只需要挖大洞口就可以利用铁钩将螃蟹勾出。来回勾搭了1分钟后，洞口不足以将螃蟹勾出，拉库里只好将整个身体钻进去捕捉。这样的操作相对比较危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不怕螃蟹藏得深，就怕甘蔗纹了身。而这次钻进洞穴里面，只为了将卡住螃蟹的泥巴挖出。整个洞穴深达1米多，为了将螃蟹抓出，拉库里只能再次钻进洞穴。作为一位合格的捕蟹人，不仅要有不怕脏的心理素质，还要有一颗比水缸还要大的胆。为了将里面的螃蟹抓出，拉库里尽量让自己的身体往洞穴里面伸，在身体往下倾的时候，只能用左手来控制身体的平衡，只有这样右手才能自由活动，将里面的螃蟹抓住。经过人与蟹来回的较量，最终拉库里开始从洞穴内钻出。很明显，这次螃蟹直接被降服，拖出来的螃蟹体型让2个人非常的惊讶，单螃蟹的外壳都比手掌还要大，这让2人笑出了猪叫声。张开钳子的螃蟹比肩膀还要宽，虽然付出了体力和汗水，但这样的螃蟹体型足以让他们开心不已，毕竟这样的螃蟹可遇而不可求。紧接着在红树林的泥滩土里发现了螃蟹的脚印，沿着脚印找到了螃蟹的洞穴。拉库里二话不说，直接将手伸进洞穴里面掏，80厘米的长手臂向着洞穴里面的螃蟹发起攻击，螃蟹也不敢示弱，直接反击，吓得拉库里连忙收手。为了保留自己的手指，拉库里只好利用铁钩进行勾取，在勾搭的过程中，竟然将螃蟹吃剩的树根拖了出来。此时的拉库里不得不再次伸手进去捕捉，螃蟹的攻击不得不让拉库里收回手，拉库里只好拿出会伸缩的倒挂铁钩进行伺候，在铁钩不断的来回勾搭下，试图利用铁钩将螃蟹控制住。感觉到螃蟹被压制后，拉库里就开始伸手进去捕捉。经过一轮来回的相互较量，拉库里突然间发出一声尖叫，将手拖出水面时，还让拉库里感受一阵阵的剧烈疼痛。剧烈的疼痛不得不让他保持原来的姿势，以确保螃蟹不会再次发力。但这样坚持下去也会让拉库里感受到剧烈疼痛。等待疼痛缓解过后，拉库里才不慌不忙地将手移出水面。巨大的钳螯死死地夹住拉库里的拇指，摄像3炮拿着铁钩试图将螃蟹的钳子撬开。撬开的过程中，也让拉库里发出疼痛的叫声。松开钳子后，拉库里立马将螃蟹抓住。这只螃蟹是目前为止抓到的最小一只，也是第一只让拉库里感受到断指的风险。好在拇指还能正常活动，不然就会成为传说中的9指蟹王。他们继续在红树林里寻找螃蟹，又一个巨大的洞穴被拉库里锁定了。为了安全，拉库里用铁钩进行探索一番，一旦确定里面有螃蟹后，拉库里就开始进行开挖。虽然捕捉螃蟹有风险，但也阻止不了拉库里继续捕捉螃蟹，毕竟富贵都是险中求。经过左右手的夹击，终于将螃蟹抓出。这种螃蟹叫做青蟹，是生活在红树林里的一种螃蟹，肉质鲜美可口，是一道顶级的海鲜食材。满是淤泥的大青蟹被拉库里清洗一番后，青蟹的大概轮廓才显现出来。刚走出几步，又发现一个比刚才还要大的洞口，洞口比手掌还要大。这里的环境枝繁叶茂，也是大青蟹繁殖觅食的好地方。用手里清洞口的导向后，就进行开挖，从上面打通洞穴，这样能节省时间和体力活。打通后就直接用手进去搜索，还掏出了螃蟹的天灵盖。接着螃蟹的身体也被掏出，这是螃蟹换壳留下来的外衣，而且换壳后的钳子也是软绵绵的。
最终刚换壳的螃蟹也被抓出，被抓出来的螃蟹全身都是软绵绵的，钳子和螃蟹都被拉库里收入囊中。听说刚换壳的螃蟹肉质味道比起没换壳的好吃很多。顺着螃蟹的脚印又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，这样的洞穴让大部分人望而却步，但对于拉库里来说，这种洞穴可遇而不可求。毕竟只有体型庞大的螃蟹才会挖出这么大的洞穴。李青岛向后在旁边开始挖掘，一旦打通洞穴就将手伸进去搜索。最终一只体型庞大的大青蟹被拖出了洞口。这次出海抓螃蟹让他们收获到了不少的大青蟹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